99岁；八路军老战士张平100岁；八路军老战士刘世业94岁；国民党抗日老兵宋其祥100岁。最近抗战胜利80年，北京举行大阅兵，在媒体论坛上引发了关于抗战功劳归属的争论，到底是国军功劳大，还是共军功劳大？但真实历史其实会颠覆这个争论本身。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，中国存在2支军队，一支是国民革命军，另一支是红军。西安事变之后，红军被整编进入国民革命军，正式加入抗日战争。因此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，几乎所有中国抗日武装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的编制。虽然名义上全军统一由蒋介石领导，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是蒋介石直接掌控的部队，其他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则来源多样，有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，有北洋军阀出身的部队，有源自清朝新军的武装，也有各地地方军阀的军队。但这些力量都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著名的抗日将领张自忠就出身于北洋军阀。而川军在抗战中的表现和牺牲，比起中央军或黄埔系军队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然而，蒋介石退守台湾后，国民党在叙述抗战历史时，刻意将抗日军队简单划分为国军与共军2大阵营，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，因为抗战时期的国军概念与国共内战时期的国军定义有着本质区别。国军一词最早源于1924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军，在苏联共产党支持下，以黄埔校军为基础，逐步吸纳了各地地方军阀如粤军、湘军、滇军等，组成了第一代国民革命军。当时的军队具有多元党派背景，包括中国国民党右派、中国国民党左派以及中国共产党成员。1926年，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。1927年，蒋介石联合黑社会势力发动清党，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，并监禁国民党左派人士。例如，黄埔2期的台湾人李友邦，正是因为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关押，随后在随蒋迁台后遭其杀害。共产党人于是脱离国民革命军，自行组建工农红军，开启第一阶段的国共内战。然而，大多数非蒋系军队在此阶段的内战中选择作壁上观。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，被非蒋系势力普遍视为只打红军不打日军，甚至被怀疑连日剿共，这在政治上严重削弱了其正当性。直到西安事变爆发，历史才迎来重大转折，各方势力共同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所有武装力量重新统称为国民革命军，当时尚无解放军这一名称。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，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，简称8路军。南方的红军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，简称新4军。中国最早投入抗日的武装是1931年成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，这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。1933年，该部队改组为东北人民革命军；1936年进一步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；1945年又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。这支队伍在抗战中牺牲极为惨烈，且始终未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。1946年，随着国共内战再度爆发，国民革命军分裂为2支对立力量。以国民党为基础的中华民国国军和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纵观这段复杂历史，在8年全面抗战期间，真正坚持抗日的军队，主要是国民革命军与始终独立作战的东北抗日联军。可以说，抗日的功劳都归于国军。但这里的抗日国军与国共内战时期的国军在定义上有很大不同。其实，不论国共，抗战是中国军队的胜利，更是全体中华民族的胜利。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你也会很骄傲，看着93阅兵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军队啊。你要跟他为敌，你看完之后，你就觉得世界末日。